巡警震惊地发现，草丛里竟躺着一名16岁女孩，一看就是被强奸了。他赶紧蹲下身子检查，不料女孩还活着。于是下一秒赶紧叫了救护车，可谁知当女孩看到是警察后，居然让他滚，而且不论本森警探如何安慰，女孩就是不听，甚至大闹了起来，整得本森不得不按住她，强行注射了镇静剂。此时本森还没意识到，不久后他也将被侵犯。很快，女孩阿丽的养父母赶到了医院，可当他又见到本森后，立马变了脸色。但本森必须履行职责，想对阿丽进行性侵检测，哪知一听这话，阿丽反应更激烈了，强烈要本森滚。即使本森磨破了嘴皮子，也没说服他。养父当然支持女儿的决定，就这样本森被赶了出去。而通过阿丽的种种反应，警察分析凶手肯定是女孩认识的人，只是没有本人的同意，无法采集体液证据。本森甚至怀疑是养父干的。然而经过调查，养父母的背景很是干净。阿丽的亲生母亲自从因持毒被判了刑后，他就一直跟着舅舅住，可现在却跑出来被收养了，一定是发生了什么。而民政局给出了答案：阿丽10岁时被舅舅猥亵了，当时我们就报警了。可想不到的是，阿丽很爱舅舅，竟否认了一切，所以我们只能把阿丽送去了寄养家庭。舅舅却一直在恐吓那些家庭，而且一安置好阿丽，那家伙就会出现要求见他。他迷恋阿丽，可当我们为阿丽申请保护后，竟激怒了舅舅，他也提出了申请监护权，而这是合理合法的，所以舅舅就成了重大嫌疑人。然而当警察来到舅舅家，却发现他在洗澡没关门，于是就悄悄进来开始了搜查，并在浴室里找到了禁药。这下可有合理理由逮捕他了。可舅舅却否认猥亵了阿丽，声称我姐姐坐牢那年他才10岁，害怕一个人睡觉，所以我才陪他一起。她是我外甥女，我们什么也没发生。见他还嘴硬，警察又拿出了查获的毒品威胁，男人这才自责开口：姐姐本不卖毒品，她是买给我的，结果却被发现判了刑，所以我想赎罪，一直抗争想照顾阿丽。听完警察就顺势让阿丽讲出事情，不料舅舅却摇了摇头，声称你们管不了这些。而警察也立马意识到舅舅知道凶手是谁，于是立马逼问了起来。最终男人回答是个狱警，是关押姐姐监狱里的，他卖给囚犯毒品，他告诉姐姐要什么放哪里，然后姐姐传话给我，我是供应商。He knew Risa got busted with a load of pot. Told her she better start supplying them or he'd make her life hell. Risa made me stop. Told me I gotta get clean to get custody of Ashley. 结果狱警没了货就强奸了阿丽，原来真相竟是这样。随后在本森的再次劝说下，阿丽终于同意进行性侵取证了。却不料事后当警察再次来到医院，打算取走采集的 DNA 证据时，护士竟表示已经被你们同事拿走了。这下两人有点懵了，赶紧确认对方是否有一样的警徽。结果护士称不太一样，不过写下了他的警徽号，然后一查竟是狱警的编号，所以现在就清楚了，肯定是凶手。狱警了解警察办案过程，所以半路把证据窃取走了。这下这条路是走不通了，只能将阿丽的母亲当作突破口了。可是如果被狱警知道他跟警方联系，他就死定了。不过好在泰勒有办法，他假装成律师来见了母亲瑞萨，并以保密协议为由支走了狱警，随后悄悄说明了来意。当得知女儿被袭击后，瑞萨痛苦极了，很后悔让弟弟停止给他供货。但泰勒想知道那人是谁，不料就在瑞萨刚要开口之际，狱警竟提前中断了会面，气得泰勒直接来见了典狱长。而典狱长的解释是恰巧在瑞萨那发现了违禁品，接下来就要关他禁闭了，整个泰勒只好亮明了身份，同时也说明了来意，想找出强奸犯狱警。可典狱长却保证这里管理很严格，不存在这样的人，并且还带着泰勒参观了监狱的安保措施，以证实他的说法，同时反而声称是瑞萨在撒谎，弄得泰勒也没法了。不过好在同事查了往年的司法投诉，发现过去1年里有42名女囚投诉在监狱被性侵，结果20起没立案，20起没证据，只有2个到了检察官手里，可是却没起诉。就因为是瘾君子起诉狱警，却不料这时阿丽突然找上了门，抱怨警察私下去找了妈妈。狱友来电话说现在整个监狱都知道了，没想到事情还是暴露了。本森只好尽力安抚阿丽，可阿丽还是不断责怪，你们说给了性侵采证就可以，但现在看他比你们聪明，再让你们管下去会害死我妈妈的。然而本森怎能放弃这个案子，他保证只要找出凶手就可以将他绳之以法。哪知阿丽却嘲笑警察天真，因为有一半的狱警都在搞妈妈。 I visit. Afterwards, they strip search her. A guard sticks his hand inside her. It says, feels good, doesn't it? And if I send a photo instead, they rip it up right in front of her. Every day they try to break her. So don't tell me you can help, 'cause there's nothing you can do. 没想到事情竟然这么严重，是本森以前想的简单了。不过这也刺激了本森惩罚坏人的决心，于是他请求去监狱卧底。大队长当然不同意，那里太危险了。可固执的本森决心已定，是要铲除这颗毒瘤。最终大队长拗不过他，只得同意。随后黄博士给他设计了一个瘾君子的假身份，然后按流程被法庭判决后，本森顺利的来到了监狱服刑。殊不知这是噩梦的开始，因为在这里没有任何隐私，接下来他就要和所有人一起吃饭、睡觉、洗澡、上厕所。而第一天本森就被男狱警搜身，还占了便宜。
当他本能反抗时，却被另一人狠狠摔倒在地，胖揍了一通。好在队长及时出现阻止了那名狱警，结果本森仔细一看，打他的竟是同事图图警探。原来图图是被安排进来接应的。随后本森被带到了医务室治疗，不料在这却看到了一具尸体，可万万没想到那竟是瑞萨，他已经上吊了。而当阿丽看到母亲的尸体后，对警察更有怨气了。他相信母亲不会自杀的，因为上午才刚收到瑞萨的来信，里面劝他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根本没有自杀的征兆。而法医也证实了阿丽的推断，他发现瑞萨的舌骨断了，上吊是不会造成这样的。再加上绳子打结的方式，一看就是有人先勒死瑞萨，然后把他吊起来伪装成了自杀。可在外面想查出凶手却是千难万难，只能依靠里面的本森了。而当本森故意卖弄风情之后，果然吸引了一开始占他便宜的狱警。随后他趁机悄悄告诉图图，那个人很可疑。于是外面的人对狱警进行了调查，可发现他并没有犯罪记录，但却订阅了16个色情网站，而且过去9年里曾在6所监狱干过，还全是女子监狱。这不就是赶在囚犯投诉之前先一步换地方吗？所以他果然有嫌疑。既然有了嫌疑人，只要阿丽指认就行了。可就在这时又传来了坏消息，阿丽又住院了。结果泰勒赶到医院，恰好碰见法医在这，还以为阿丽已经死了呢。原来法医是来帮忙的，因为阿丽查出了肺结核。所有接触他的人必须全做检查，以防传染。可当泰勒得知监狱也发现了6个确诊后，他猜测一定是强奸犯传染给了阿丽，所以这下可以锁定嫌疑人了，也就没必要让本森待在里面了。却不料这时图图传来了坏消息，监狱已被封锁，正全面筛查肺结核，谁也出不去。而这时本森和犯人们都被隔离了起来，他们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也猜测是出现了传染病。于是趁着狱警想对本森下手之际，开始起哄要求知道真相，不料却遭到了狱警的镇压，最后竟把带头的责任都归咎到了本森身上。于是队长将他带走关禁闭去了，可谁知来到的却并不是禁闭室，而是有床的地下室。本森立马明白了队长的意图，可他双手被铐住，根本挣脱不了，即使大声喊叫也没人听得见。不过他还是奋力挣扎，趁手铐被解开之际，打倒队长跑走了。然而这里早就被锁住了，根本逃不掉。队长也并不着急，慢慢和本森玩起了猫抓老师的游戏。最后终于找到了躲藏在角落的本森，然后就先将他暴打了一通，再铐住双手就可以为所欲为了。You bite me, and you're dead. 而这时图图也赶到了门口，却不知道哪把是开门的钥匙，只能一把一把的试。当他终于打开门后，一切已经来不及了。接着他立马表明身份冲了过去，不料队长还想诬陷本森想越狱，但图图岂会信他？这下总算是人赃俱获了。本森也终于站了起来，随后两人的角色就互换了过来，队长成了阶下囚。可就在本森成功激怒他，即将获得口供之际，律师竟突然赶到了。他证实队长并没有肺结核，不是他传染给阿丽的，而大队长也补充阿丽是在救助站染上的。于是本森又指控他谋杀我，不料律师又狡辩他不知你是警察，而且法律赋予队长可以阻止一切越狱，但本森反驳那是强奸，可队长否认了。就这样，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警方只能任由队长离开，但本森认为还有希望抓他，只要阿丽出面指认就行了。可阿丽并没看清凶手的脸。 But you saw his body. Was there anything about his penis that was unusual? A scar, a tattoo, anything? 经过仔细思考后，阿丽终于想起他有科痣，这就对了。本森终于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这下可以名正言顺逮捕队长了。随后法医就对他进行了拍照取证，果然发现和阿丽说的一模一样，队长这回算是跑不了了。而这时法医也疑惑你怎么知道，问阿丽关于痣的事。本森解释是他想起来的，法医显然不信，本森没办法了。 I saw it when he had me in the basement. 那么问题就来了， Did he rape you? It's the closest